为实现成本降低 ，PlayStation 在各个方面都设计了巧妙的机制。自发售以来，它贯彻了久多良心的意志，上演了一场戏剧性的成本削减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提到硬件部件数量的巨减，结果不仅零部件费用大幅下降，工序数量也随之减少，生产成本因此整体性的下降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并不是小规模试产时勉强算出来的低成本，而是在产量急剧扩张后依然能维持成本优势。也就是说 ，PlayStation 不仅越造越便宜，还能在销量暴涨的同时保持低成本，这才是它真正可怕的地方。PlayStation 第一代 SCP-H-1000 上市时，售价定在39,800日元，但那时机器的制造成本远高于售价，索尼每卖一台机器其实都是在亏钱的。但之后，随着量产规模扩大以及部件数量不断减少，生产成本逐渐下降到原来的1/3。这其中极具战略性的眼光在于，索尼并没有把这份巨大的成本节约完全变成公司利润，而是选择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下调零售价格。这意味着消费者能享受到更便宜的主机价格 ，PlayStation 更快打开市场，吸引更多的用户，同时也把竞争对手世嘉逼入价格战的困境。第一代主机 SCP-H-1000 1994年12月发售，售价39,800日元。第二代主机 SCP-H-3000 1995年7月发售，售价29,800日元。第三代 SCP-H-3005 1996年3月推出，售价24,800日元。第四代 SCP-H-5000 1996年6月推出，售价19,800日元。第五代 SCP-H-7000 1997年11月推出，售价18,000日元。PlayStation 主机价格以极快的节奏一路下降，在3年的时间里 ，PlayStation 的实际销售价格一路下降，最终压到了最初售价的1/3。与此同时，机器的制造成本也刚好下降到1/3，价格从最初高端定位，只有核心玩家愿意花钱买，逐渐降低到普通大众也能轻松负担的水平。结果就是 PlayStation 借助这种降价杠杆，成功从小圈层的游戏发烧友市场扩展到更广泛的普通消费者群体，实现了由核心到大众的跨越。表面上 PlayStation 一次次降价是在回馈消费者，扩大用户群，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层更隐秘的目的，逼迫竞争对手世嘉也不得不跟进降价。如果索尼选择一次性大幅性降价，世嘉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冒着巨大亏损来跟进。但如果分阶段逐步降价，世嘉每一次都会觉得必须跟，否则市场份额会被立刻蚕食。这样一来，它就会一步一步被拉入了价格战。索尼利用分阶段降价的节奏控制，把竞争对手世嘉推进了一场不可避免的价格战。由于土星主机本身制造成本高，难以压缩，世嘉在跟进降价的过程中就会逐渐陷入亏损。久多良见深知，世嘉土星的硬件结构复杂，制造成本很高，很难像 PlayStation 那样快速降低成本。所以 PlayStation 的降价策略实际上就是专门瞄准这个弱点，逼对手进入不利的局面。久多良见的预测很直白，世嘉土星的构造就像不断加盖的建筑。土星主机不是从一开始就规划整体架构，而是像拼凑一样，把不同厂商提供的器件叠加在一起。这样虽然功能上能实现，但结构非常复杂，导致成本难以下降。后藤从 PlayStation 的设计师视角来看，他觉得土星的做法和 PlayStation 完全相反。PlayStation 强调的是简洁、易生产、易降成本的设计哲学，而土星却是复杂、难以制造、难以降本，这让他十分惊讶。1994年11月22日，世嘉正式发售土星。当日 PlayStation 设计师后藤真佑立刻买来一台，亲自拆开来看内部构造。打开机身一看，他大吃一惊，土星结构极其复杂。主板上密布大量电缆，对于一直追求尽可能简化、便于制造的后藤来说，这种设计让他难以置信。仅从制造角度来看，他由此认定世嘉土星的制造难度远高于 PlayStation。索尼很清楚，世嘉土星结构复杂，制造成本高，几乎没有降本空间。既然识破这一先天缺陷，战略上就要专门针对这个要害。只要 PlayStation 一降价，世嘉土星为了在市场上不被淘汰，就必然要跟进降价。
但问题是土星制造成本高，降价后利润空间极小，甚至会出现亏损积累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果不其然，世嘉上钩了。1995年6月 ，PlayStation 下调1万日元，世嘉立刻跟进，推出软硬件组合套装，降价超过1万日元。随后又把土星的单机价格从44800日元降到34800日元。此后，世嘉土星不断用降价来回应 PlayStation 的步步紧逼，甚至一度在1995年末的旺季里，世嘉凭借反攻取得优势。佐藤明对此回忆道：“当时 PlayStation 平台缺少游戏大作软件助阵，我们确实有点松懈了，以为就算没有大作也能撑过去。结果在那年末 ，PlayStation 在销量上被土星完败。虽然在1995年末，世嘉土星曾经因为降价和市场旺季短暂压过 PlayStation。”但这只是昙花一现，之后在9多2件主导的成本优势加分阶段降价战略面前，世嘉土星已经无法长期支撑。9多2件用低成本为杠杆，不断设向降价陷阱，迫使世嘉跟进。由于土星主机高成本体制，世嘉只能硬撑，但撑得越久，亏损越大。最终在1998年2月，世嘉不得不宣布不再追求土星的大规模销量。这句话几乎等于承认土星在市场竞争中彻底失败，也等于向 PlayStation 认输。在1998年3月度的财报中，世嘉冲销了美国子公司累计亏损，净亏损43亿日元，这是世嘉自1988年上市以来首次跌入赤字。此时主机战场胜负已分。1998年5月21日，各大报纸刊登了世嘉的成版广告，战国战场上披甲武将横成片地，场景惨烈，画面上有世嘉的标识，破碎的火星在空中飞舞，文案写着：“世嘉会就此一蹶不振吗？”第二天，广告续篇登场，画面中世嘉虽然摇摇欲坠，却依然从新站起。世嘉再次依靠 DC 主机站了起来。这一期 PlayStation 发展史的故事先说到这里。在下一期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讲述后藤真佑如何设计出 PlayStation 的外形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在油管关注阿段的频道，为我的视频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